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红娘平台上一位从北京来的姑娘小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让我对台湾的医疗体系和人文关怀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小芳是一位超优秀的姑娘，985高校毕业，在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级开发工程师，年薪100万不是梦的那种水平哦。但是北京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，996都是家常便饭。小芳经常吐槽说，每天不是在加班，就是在加班的路上。去年年底，经过我们平台的牵线，小芳认识了在台湾工作的阿伟。阿伟是新竹科学园区一家半导体公司的技术主管，人长得帅气斯文，性格温柔体贴。两个人一见钟情，网上视频聊了半年，感情突飞猛进。丽姐，我觉得阿伟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小芳经常这样跟我说，她被阿伟的细心和体贴打动了，每次视频都能看到阿伟为她准备的小惊喜。今年3月，小芳决定去台湾和阿伟见面，这可是实地相亲的关键时刻啊！我还记得她出发前兴奋地给我发消息，丽姐，我要去了，感觉好紧张又好期待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小芳第一次到台湾就出了意外。那天她刚下飞机，在桃园机场等候阿伟来接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腹部剧痛。起初她以为是飞机上吃坏了肚子，想着忍一忍就好了，但是疼痛越来越剧烈，整个人都蜷缩在机场椅子上。阿伟赶到机场的时候，发现小芳脸色苍白，冷汗直流。不行，我们马上去医院。阿伟二话不说，立刻叫了救护车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小芳疼得直掉眼泪，阿伟一直握着她的手安慰她。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也特别温柔，一直用台湾腔跟她说，小姐，忍耐一下哦，马上就到医院了啦。到了林口长庚医院急诊，医生很快就诊断出小芳是急性阑尾炎，必须马上手术。这下可把小芳吓坏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又是在异地，第一次见面就要动手术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小芳彻底改变了对台湾医疗体系的印象。首先，医院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都非常耐心，详细询问她的过敏史和身体状况。护士阿姨还特意放慢语速，用普通话跟她交流，生怕她听不懂台湾腔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，虽然她是大陆来的旅客，没有台湾健保卡，但医院依然先给她做了紧急处理，根本不问她有没有钱。阿伟后来告诉我说，在台湾救人要紧，其他都是小事啦。小芳躺在手术室门口等待的时候，护士阿姨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得知她是第一次来台湾，还没见到男朋友就要动手术，护士阿姨马上安慰她说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等你醒来就可以看到你的男朋友了，他现在在外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呢。手术很顺利，但让小芳没想到的是，术后的护理更是暖心，护士们轮流来查房，看她一个人在医院，特别照顾她。有一次，护士阿姨看她吃不惯医院的饭，还特地从家里带了一些清淡的粥来给她，来试试看，这是我煮的皮蛋瘦肉粥，保证比医院的好吃。阿伟更是把医院当成了第二个家，每天下班就往医院跑。小芳，我帮你削个苹果，要不要喝点温开水？我去帮你买你最爱吃的布丁。这些细节都让小芳感动不已。住院期间，小芳还遇到了一件让她特别震惊的事。有天晚上，她肚子不舒服，按了护士铃，护士竟然在3分钟之内就赶到病房，这在她印象中简直不可思议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北京住院的时候，按护士铃至少要等半小时。更让小芳惊讶的是医疗费用，虽然她没有健保，但整个手术加上住院5天的费用，也就是2万多元新台币，换算成人民币才6000多块。如果在北京，这样的手术没有医保，至少要花3、4万。出院那天，主治医生特意用普通话跟她说，小姐，你要按时换药，不要剧烈运动，记得要来复查哦。
护士阿姨们还依依不舍地和他拥抱告别，叮嘱他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这次意外住院的经历让小芳深深体会到了台湾医疗体系的人性化。她感叹道，在这里，医生和护士不只是在治病，更是在关心人。出院后，阿伟带着小芳在台湾各地转一转，从台北到高雄，从花莲到垦丁，处处都能感受到台湾社会的人情味。搭公交车时，司机会特意等老人家坐稳了才开车。在便利店买东西，店员会笑着说谢谢，欢迎再来。问路的时候，路人不仅会详细告诉你怎么走，还会确认你是否听懂了。小芳对台湾的社会制度也颇有感触。他发现这里的生活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，人们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。周末的时候，阿伟会带他去菜市场买菜，老板都会热情地让他试吃水果。去夜市的时候，摊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但从不会强迫你买东西。有一次去台中逢甲夜市，小芳不小心把手机掉在路边，等她着急忙慌地跑回去找的时候，居然看到有人把手机放在旁边的警察局，真的太感动了。在这里好像不用担心东西会丢。小芳感慨地说，渐渐的，小芳发现自己爱上了台湾这片土地，这里的一切都让她感到舒服，温和的气候，便利的生活，热情的人们，还有那份处处可见的人情味。丽姐，我决定了。有一天，小芳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要留在台湾了。原来在这期间，阿伟带小芳去拜访了他的父母。阿伟妈妈是个典型的台湾主妇，看到小芳第一面就喜欢得不得了。哎呀，这个媳妇好可爱哦！阿伟妈妈热情地拉着小芳的手，来来来，阿姨煮了你最爱吃的牛肉面。阿伟爸爸也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辈，知道小芳喜欢喝茶，特意泡了台湾高山茶给她品尝。小芳啊，你要是喜欢，阿伯下次带你去阿里山看茶园。让小芳最感动的是，阿伟全家人都很支持他在台湾发展事业。阿伟妈妈说，你这么优秀，在台湾一定也能找到好工作了。果然，在阿伟的帮助下，小芳很快就在新竹科学园区找到了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工作。虽然薪水比不上在北京的时候，但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却好太多了。这里朝九晚六，雷打不动，加班还要算加班费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带薪年假，不会被说矫情。小芳开心地跟我分享她的新工作体验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在这里工作特别有尊严。小芳告诉我，在台湾的公司，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平等，开会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，提出不同的意见也不会被批评。同事之间经常一起出去喝下午茶，聊聊天，说说笑，感觉不是在工作，而是在享受生活。更让小芳惊喜的是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健保真的太强大了。小芳激动地跟我说，看病只要付几百块新台币，连住院都不用担心会倾家荡产。除了医疗保险，台湾的养老制度也让小芳很放心。这里的老年人生活质量都很好，街上经常能看到老人家三三两两在公园里打太极、下棋或者参加社区活动。阿伟带小芳去过几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那里的老人家都很精神，有的在学习插花，有的在练习唱歌，还有的在做手工艺品。我觉得在这里养老一定很幸福。小芳憧憬地说，现在小芳和阿伟已经开始筹备婚礼了，他们打算在台北举办一场小型的温馨婚礼，邀请双方的亲朋好友一起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。阿伟妈妈已经开始张罗婚礼的事情了，她说要给小芳最温暖的婚礼，你放心，妈妈会帮你准备最漂亮的白纱礼服，还要请最好的喜饼店做喜饼。谢谢阿姨。每次想到这些，小芳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她不仅找到了真爱，还收获了第二个家。小芳特别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，这里的人们很注重生活品质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也会花时间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周末的时候，街上到处都是携手散步的情侣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，还有陪着长辈去公园的孩子们。在台湾，养育子女的环境也很好。
小芳跟我聊起未来的规划，眼睛里闪着光。她发现台湾的幼儿教育特别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，不会一味追求分数，而且这里的补习压力没有大陆那么大，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培养兴趣爱好。阿伟家附近就有一个社区图书馆，每个周末都会举办亲子共读活动。小芳去过几次，看到小朋友们在志工阿姨的带领下，开心地读绘本、玩游戏。以后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快乐地成长。说起未来的居住计划，小芳和阿伟已经看好了新竹市区的一套房子，房价虽然不便宜，但是首付比例低，月供也在接受范围内。小芳算了算账，发现在台湾买房的压力要比北京小得多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台湾的邻里关系，这里的邻居都很热心，经常互相串门，分享自己做的点心。小芳说，她现在住的公寓，隔壁阿姨知道她是从大陆来的，经常会送些自己腌的咸菜、晒的番茄干给她，感觉特别温暖，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。现在的小芳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学会了用台湾腔说话，喜欢上了珍珠奶茶，也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。这里的环保意识真的很强。小芳说，大家都会自觉地做好垃圾分类，街道也总是干干净净的。最近，小芳的父母也来台湾看望她，看到女儿过得这么幸福，他们也放心了。爸妈，等你们退休了，就来台湾住吧。这里的空气好，步调慢，很适合养老。小芳跟父母憧憬着未来的生活。说到这里，小芳感慨地说，丽姐，真的要谢谢你的红娘平台，让我遇到了阿伟，也让我爱上了台湾这片土地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小芳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节奏，每天早上都会去住家附近的早餐店买蛋饼配豆浆。老板娘总是热情地问她，小芳，今天要加培根吗？工作之余，小芳和阿伟喜欢去参加社区活动。台湾的社区营造做得特别好，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。上个月，他们参加了社区举办的客家文化节，不仅品尝到了道地的客家菜，还学会了客家山歌，感觉在台湾随时随地都能学到新东西。小芳笑着说，记得有一次，小芳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情绪有点低落，公司的心理咨询师主动找她聊天，帮她疏导压力。在台湾，看心理医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不会有人觉得你有问题。这种对心理健康的重视，也让小芳觉得特别温暖。最近，小芳还在社区大学报了烘焙课程，我想学做凤梨酥，给大陆的亲戚朋友带回去。每个周末，她都会和阿伟妈妈一起研究新的点心配方。阿伟妈妈说，我们家小芳真的很用心呢。现在的小芳已经完全把台湾当成了自己的家。她说，在这里，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快乐，不是那种浮躁的表面的快乐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。我想，这就是爱情和生活的真谛吧。当一个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找到了能给自己安全感的另一半，那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小芳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们也想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欢迎来我们的红娘平台看看。记住啊，缘分就在身边，关键是要主动把握。好啦，这次是真的要说再见啦，下期见。